玄都师兄曾经说过，可能是道祖为了让他更好的修行，所以阻止他凝成功德金身。对此，李长寿一直有些存疑。他自是知道的，功德金身一方面是免死金牌，一方面又会被天道影响。但大法师所不了解的是，李长寿的均衡大道，若未来想在圆满的基础之上迈出最后几步，就必须要更深入地了解天道，影响天道。功德金身就像是一条数据线，让李长寿有机会跟天道直接相连。故李长寿一直怀疑，道祖不让自己凝成功德金身，其实是在阻碍自己更深度理解天道。若真是这般，李长寿虽然感觉遗憾，但也无法强求。毕竟这洪荒天地，道祖是天地意志之外最强的一股意志，凌驾于六圣之上。话说回来，这几年洪荒的大势力都是怎么了？洪荒五部洲中，截教安生，阐教安生，就连西方教都难得安生了下来。洪荒五部洲之外，仙盟有条不紊的发展，按部就班的与香火神国局部开战，西方教同样没有什么大动作，难得的平和期。今日如果不是需要定时观察临天殿处的情形，李长寿也不会主动脱离悟道境。放下夜光杯，起身伸了个懒腰，一股心神快速地划过各处的指道人，最终落于白泽袖中。还没有散开仙时，就感觉周遭似乎有道运冲撞，乾坤也在轻微的震荡。在斗法，李长寿的仙识迅速朝着周遭扩散，感知到了外面糟乱的情形。虚空之中，两批炼气士正在生死搏杀，双方仙人数量达到了数千，此时已经是斗法尾声。获胜的一方将另外一方四面包夹，已经是稳操胜券。从白先生此时气定神闲的状态来判断，应该是临天殿赢了这一战。白泽此时并未与人动手斗法，而是在暗中躲避，远远的观察。真正上流的文臣谋士，从不去干冲锋陷阵这种粗活。李长寿主动暴露仙识波动，白泽立刻轻咦了一声，抬手看向袖中问道：水神？不，星君大人。李长寿心底暗笑，知道白泽是在调侃，并未多在意这般小事。神位升不升，3阶还是2阶，并不能动摇他手中掌握的天庭实权。天河水军兵权与先斩后奏之权，其实只是流于表面的权柄。他普通权臣的地位，来自于玉帝的信任，更来自于兜率宫的影响力。李长寿传声回道：白先生，此地这是怎么了？星君，还是喊我水神吧，听你这般喊也顺耳了。善。白泽露出几分笑意，双手揣在袖中，温声道：这是一家3个月前与凌天殿爆发冲突的仙门，对方想抢咱们地头。水神大可放心，此事今日就可告一段落。凌天殿伤亡如何？炼气士陨落不会超过2成，因这般斗法魔力，总体实力其实算有所飞跃。2成，这简单的2个字之下，也是一条条性命了。不过这也没有办法避免，只有血与魂铸造出的凌天殿，才可以完成今后的大事。战云者善后诸事，可安排好了？此前就已安排下，只是现如今凌天殿实力还不足，灵石宝材流转不够，人手也欠缺，尚不能做到尽善尽美。不管如何，都要尽力去做。李长寿注视着那边斗法的情形，凌天殿一方已经开始呼喊自负者不死，敌对仙门有不少炼气士已经开始老老实实的收束仙力。3000世界中，这般规模的斗法常有，但很少出现一方围歼另一方的情形。对于大多数战士，一方只要占得优势，另一方大部分炼气士就会盘算如何撤退。而当一方的优势大到足以奠定胜局，另一方近半数的炼气士会迅速的一哄而散。美其名曰保存实力，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实际上只是炼气士对仙道势力没有那么深厚的归属感，不想为此拼命罢了。今日之战局自是有则精心安排，巧妙布局，临天殿赢得行云流水，且能够收获大批俘虏。李长寿的仙识扫过各处，又被另一处角落中的画面所吸引。那里姿态万千的仙子站在七彩莲台上，包裹玉足的长靴有着厚厚的鞋底，借此弥补少年少许身段上的不完美。浅红色的抹胸胸襟几乎崩断，掺杂了金丝的黑绸长衣又衬得她肌肤如雪，凄霜傲寒。那修长的脖颈之上是她越发令人惊艳的容颜，此时虽然被薄纱遮掩，却依然难掩她红唇的鲜艳。此刻她纤手轻摇，控制一只大葫芦在人群各处穿梭，打出道道凌厉的剑气。九九师叔这还真是女大81变，越变越好看。其实九九变化最大的是她自身的气质，原本是有些轻质外加懒散，而今却是成熟端庄，威严之中保留了3分慵懒。倾国倾城非凡俗，一谋落尽男儿心。李长寿对白泽传声赞叹，若不是那一只大葫芦，这位九师叔我当真是有些不敢认了。哈哈，圣女这些年一直十分努力，自是有些回报。水神可知，他所说的诸多话题中，最令我动容的是哪句？这我如何能知？他说能帮上他就好。李长寿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，瞧脸那边的师叔只能道，还请白先生多多照料九师叔，让他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他此时已经是做得十分不错了。水神这些话需要我原话转告吗？随你。言罢，李长寿的目光挪去旁处，并未见到忘情上人富贵店主的身影，倒是看到了自家师祖江灵儿扛着大刀大杀四方。仙识扩散开来，又发现了另一处斗法之地，7、8名金仙左右搏杀。忘情上人左手并着剑指，挥洒出万千剑气，两鬓白发左右飘舞，一身黑袍闪耀青光，怎一个帅字了得，那是相当的酷炫呐。白先生，最近3000世界可安否？西方教似乎有意拖延时间，与仙盟只是对峙，并不强攻。距离紫霄宫商议大捷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他们应当是在全力准备此事。水神可有十足把握，到时候压住西方教？白先生当真是抬举我了。那是6圣碰面，道祖主持，我顶多能说上1、2句话，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应是玉帝陛下。到时也不能说十拿9稳，只能够尽力而为。李长寿预计6位圣人最少有3位会对那一卷天书封神榜出手。玉帝此时虽然大概率能够执掌封神榜，但是依旧有些不稳。稍后几十年，李长寿要做的就是为玉帝准备几套发言稿，而自己尽量做玉帝背后的男人，成为天庭的一点小底牌。与白泽闲聊了半个时辰，待2处斗法落幕，李长寿已经是有了离意。临走之前，他又看了眼九九，不由挑了挑眉角。九九此前喝酒时，大多只是对着葫芦嘴一口吹，多少有些豪放，欠缺美感。但是今日，双方斗罢了法，临天圣女归于莲台上，侧旁自有仙子捧来玉尊琼酿，2根葱白仙指捏起玉尊，掀开薄纱轻抿，自有万般风情留此间。啊，没谁了也是。有劳白先生继续劳累。李长寿如此道了一句，我且回神继续修行了。哈哈，在外为水神做这些事，虽远不如处在黑风池上安逸，但也算有趣，并无劳累一说。只是这次太白大典，我也不好露面，
失礼之处，还请水神勿怪。白先生说笑了。李长寿应了一声，心神回转本体，眼前又划过九师叔的身影，不由摇头轻笑，有点厉害啊。接下来去天庭逛逛，与玉帝陛下谈谈心，维持一下塑料君臣之情。太白大典？李长寿的头顶冒出了一个又一个问号，心底泛起了少许猜测，立即选择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。感应指导人心神再次落位，李长寿传声呼喊：白先生。正要扭头离开这斗法之地的白泽下意识地挺直身板，忙道：属下在。那太白大典又是何事？白泽不由眨眨眼，纳闷道：您难道还不知啊？天庭昨日于道门三教广撒请柬，请禅教仙与截教仙半个月后去天庭观礼，庆贺水神您升任二阶正神之事。莫非他们瞒着水神，要给水神一点小惊喜？惊喜？谁给解释解释，什么叫惊喜？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，指导人发出了几声轻吟，苦笑一声，心神立刻落去天庭水神府，仙石探出，各处似乎毫无异样，但是运起风雨咒，却能够听到风中传来的窃窃私语声。据说这事儿水神大人还蒙在鼓里呢。嘿嘿，昨日突然对外宣布这事儿，也是让人措手不及。说起来，这几年好久不见水神大人露面，应该是修行去。那是，天庭事务不多，水神大人3两句谏言就能顶个数十年。水神大人可是人教圣人老爷的二弟子，自身修行可不能落下。书房内，李长寿的指导人抬手揉了揉眉心，只感觉到心像是进了一群蚊子，一阵乱嗡嗡的。哎呀，玉帝陛下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手啊？当真是另受头大呀。李长寿为了防止自己闭关修行时各处出现什么乱子，一直将一丝心神游离在外。但凡自己安插在各地的指导人感受到剧烈的斗法波动，李长寿就会被瞬间惊醒，哪怕是在悟道的关键时刻。感悟修行时能维持这般被动预警，已经是十分不易。对于天庭，李长寿更不曾放松警惕。每次感悟大道的间隙，他都会主动感应一次天庭的状况。这种感应十分的粗浅，只不过是感受一下天庭氛围是否平和。也因此，天庭对外广发英雄帖，要为他这个天庭水神举办晋升大典，李长寿反倒是成了最后知晓此事之人。顺带一提，这临天殿的消息倒也是颇为灵通。这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此事了。哎，玉帝陛下是否有其他的考量？李长寿仔细的斟酌，虽然不敢说玉帝是真冰清玉洁，但是玉帝借此事算计其他事的概率微乎其微。李长寿甚至能够脑补出玉帝与木工商量着操办此事时的情形，大抵又是这位玉帝陛下心血来潮，灵光一闪，觉得此事可以增强天庭影响力。可是实际上啊，平添了无数的变数，不知后续会发生哪般变故，还真是不能省心。李长寿揉揉眉心，仔细思索了半日，选了最为稳妥的处理方式。表面上就当自己对此毫不知情，稍后让本体悄悄地赶来天庭，提防有人借故发难，指责自己不尊玉帝。若有人针对此事，还可能在哪方面发难？李长寿继续思量着，坐在水神府书房中陷入沉思，尽力多准备几个备用计划。三仙岛，云雾缥缈间，山泉叮咚处，几道倩影在水潭旁的草地上饮酒作乐，击鼓传歌，笑声在林间各处回荡。能在此地玩耍的自是琼霄、碧霄、汉芷，以及三仙岛上修行的其他2位仙子。一抹白影自林间飘来，那温柔的嗓音传到了几位仙子耳畔。
莫要玩耍了，有件事需要人跑一趟。我。琼霄立刻跳了起来，小手高举。姐姐，让我去。云霄轻轻皱眉，却道：你此时已是有些急躁，如何能信你不出差错？可否劳烦汉芷走这一遭？汉芷赶紧站起身来，对云霄欠身一礼。若有差遣，还请尽管吩咐。云霄取出一只玉符，一枚玉戒指，用仙力包裹，推到了汉芷面前，叮嘱道：你且去金鳌岛拜回乌云仙，将这玉符与戒指亲手交到乌云仙手上。是。汉芷答应一声，将两样物件小心地收好，立刻驾云赶去岛外。琼霄纳闷：姐，你给乌云仙送信作甚？自是有事托付乌云仙。再过半个月，便是他升任太白星君的大典。玉帝已派人将请柬送到咱们岛上，届时我需现身才行。若我拿的礼太多，反倒容易让人说些闲话，故转接乌云仙之手。姐姐，你顾虑这些做甚？咱们送礼送多点儿又怎了？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云霄轻笑不语，注视水潭时略微有些出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